忍者突如其来的大叫，让其他人均是诧异不已。什么年代了？叫出一声，对方是杀不死的魔鬼，这怕不是脑子有点什么大病。距离最远的皮特罗杰气恼地大吼道：汉克，把他们全都干掉！妈的，小日本就是靠不住。第三排的两人闻言，第一念头就是赶紧推药，先把塔瓦纳和崔佛搞定。叶晨这时忽然出手，从后面一左一右死死抓住两名杀手的头发，然后猛然一拽，竟是将两人直接从座椅上硬生生拽到了后排。两人的身体在叶晨巨大的力道下，直接沿着座椅头枕成一个弧度巨大的 C 字形，腰部脊椎在身体形变的过程中变得粉碎，在摔下来的那一刻就已经成了高位截瘫。两人身体被拽到后排，也自然没有机会再去推那注射器里的药液，让塔瓦纳和崔佛暂时还能留下一条性命。这对冤种情侣互相看着对方脖子上的注射器，又看到叶晨忽然向那两人发难，立刻意识到自己遭遇了暗杀，于是吓得尖叫出声。而此时的两人已经慌乱至极，除了崩溃痛哭和尖叫之外，甚至想不起要把注射器从脖颈上拔出来。坐在塔瓦纳和崔佛前排的两人，以及副驾驶上的皮特罗杰怎么都没想到，如此志在必得的猎杀竟然也会横生变故。前排那两人几乎立刻转身，同时要伸手去抓塔瓦纳和崔佛脖颈上的注射器，想要赶紧完成药物的注射。而这时的皮特罗杰也意识到叶晨是个棘手的对象，于是立刻掏出了早已经上膛的手枪，并且打开保险，想要第一时间把叶晨干掉。可奈何叶晨此时在最后一排，前面还有两个自己人挡着，自己根本就无法完成射击。更重要的是，现在的车辆正行驶在东京的闹市区，好在车辆私密性很强，从外面看不见里面，而且隔音也非常好。可一旦自己开枪，那结果可就不好说了，万一击碎了玻璃，一定会引发外界注意，再想逃走恐怕就难如登天了。于是他立刻大吼，先把那个华夏人干掉，快！话音一落，第一排的两人便立刻冲向叶晨，而叶晨旁边的忍者也从刚才的震惊中回过神来，抡起手臂准备再次用手里剑刺向叶晨。他的手里剑已经淬了毒，只要刺破敌人的皮肤，敌人就必死无疑。面对这几个上不来台面的杀手和忍者，叶晨表情极其从容淡定，他直接抓住身边忍者刺过来的手臂，顺势便将他整个人举了起来。前排两人此时正好刚到跟前，叶晨便直接将那忍者当成武器砸向两人。100多斤的躯体裹挟着叶晨出手时的巨大力道径直砸过来，两人根本招架不住，直接被向后砸出老远，紧接着重重被砸倒在地。倒地后的两人只觉得肋骨尽数断了个一干二净，别说挣扎着爬起来，就连把身上的忍者推开都难如登天，几乎瞬间便失去了战斗力。皮特罗杰惊呆了，万没想到自己5名手下瞬间就被叶晨解除了战斗力，眼下这辆车上除了自己就只剩下1名司机，这时候再不开枪，怕是只有死路一条了。于是皮特罗杰立刻将枪口指向叶晨，眼睛瞄着准心，想要将他一枪毙命。崔佛看到皮特罗杰在副驾举枪要对叶晨射击，下意识地大喊：叶先生小心！叶晨微微一笑，手以极快的速度从他脖颈处将注射器拔了出来，紧接着便以肉眼不可见的速度直接将那注射器甩向皮特罗杰。皮特罗杰此刻刚把准心对准叶晨的脑袋，正要扣动扳机，忽然手腕一阵剧痛，五指如触电般瞬间松开，手枪便直接脱手掉落。而他定睛一看自己的手腕，顿时吓得魂飞魄散，那注满了毒药的注射器竟然大半都斜着刺入的自己的手腕，仅剩下推药的部分。就在这时，叶晨一把又将塔瓦纳脖颈上的注射器拔了下来，大步冲向车前。皮特罗杰眼见叶晨冲了过来，立刻俯身要去捡枪，可是他刚低下头，
还没来得及看清枪究竟掉在了哪里，叶晨就已经到了跟前。叶晨一只手毫不犹豫地将另一只注射器刺入司机的脖颈，另一只手抓住皮特·罗杰右手腕，两只手的大拇指都放在推药器的底部，冷声道：“你们两个最好乖乖听话，不然的话，我就把你们准备的毒药注射到你们身体里。”司机吓得不敢乱动，连忙道：“先生，请不要冲动，您让我干什么，我就干什么。”皮特·罗杰也惶恐不已地说道：“先生，您到底想怎么样？”叶晨对司机说道：“找个路口甩开其他车辆，把车开回巨蛋。”司机知道保命要紧，立刻说道：“好的，先生，我下个路口就左转回去。”皮特·罗杰对他说道：“你开车回去，我们就死定了，他们不会放过我们的。”叶晨冷声道：“你以为我会放过你们吗？”皮特·罗杰咬牙道：“反正横竖都是死，那我宁愿死在你手里。”有句话皮特·罗杰没有说出口，如果让他选，现在被叶晨毒杀可能是最好的选择，因为自己背后那些人一个个心狠手辣，甚至残忍变态，如果落在他们的手里，自己必然会以最痛苦的方式死去。相比之下，还不如让叶晨给自己一个痛快。那司机似乎也被皮特·罗杰点醒，立刻下定决心一般对叶晨说道：“你杀了我们吧，杀了我们，你自己带他们俩离开，我们只要你给一个痛快。”叶晨大概猜出这两人为何不怕死，于是便道：“如果你们乖乖配合，我会让三井良孝保你们一条狗命。日本是三井家族的地盘，那些在美国遥控指挥你们的人，就算手伸得再长，也不可能越过三井家族来日本把你们干掉。”皮特·罗杰问他：“你凭什么认为三井家族会保护我们？我们今天在他们的地盘上，从他们的眼皮子底下截杀塔瓦纳，一旦成功，三井家族在全世界都会声誉扫地。他知道了，恐怕要恨不得亲手杀了我们。”叶晨冷笑道：“我从你们手里把塔瓦纳救下来，就是帮他三井家族挽回了颜面和声誉，避免了被全世界嘲笑讥讽的下场。他要是这点面子都不给我，那他就不配成为三井家族的负责人。”